这款游戏是竞争者，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听过啊，在线人数蛮惊人的，通常都是20万起跳哦。那前阵有跟大家提过要来玩这款游戏，我在玩的时候呢，大概是每3把呢就会遇到一个外挂，对，没错，玩起来的体感就很像是。对，实际玩起来就很像是这种感觉。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有可能是我等级不够高吧，或是排位之后可能遇到会少一点，并没有。但据我观察下来呢，这游戏的外挂是完全没有在懒的。你网络上随便一搜，就一大堆免费的什么教程啊、外挂组合包啊，真是满天飞哦。感觉官方根本没有心要挡哦，因为如果要挡的话，不会这么多。再来就是有试着去大群问过官方有没有检举系统，得到的回复是，与其去官方那边检举，不如学着要怎么对付外挂吧。对，没错，玩家已经失望到说，不劝我去检举，反而劝我要怎么学，要怎么打外挂，你知道吗？这很荒谬哦。而且那外挂也是千奇百怪哦，有飞在天空的，在转圈圈的。高敏手感好，自动瞄准的，真是数都数不清哦。目前呢，官方在打击外挂这件事上面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人均20-30万在线上的大型成功游戏该有的样子哦，完全看不出来。你有这么大的成功，这么大的资源，这么庞大的人力，但是你没有想要去搞好这个游戏，你就是放任它一直啃食这个游戏，慢性死亡。而且大家知道，外挂在消磨的，还有这游戏官方放任在消磨的，是大家对这游戏的爱。我能感觉到这游戏是真的蛮不错，蛮好玩的。即便我游玩的时间不长，我确实也是沉迷了。但是呢，官方感觉现在就是吃定了。大家在这游戏上面花了那么多时间练习身法、枪法、技术，有的没有的，甚至有些人花了大钱他就是吃定了这一点，吃定大家不会走，你知道吗？所以他呢摆烂，偶尔做样子 ban 个几个，就这样子给我们看。目前感觉下来就是这样子我当然知道官方有在 ban 一些无关紧要的但是那个量跟总体 ban 比起来，真的是不知道在说什么当然我知道有些大主播是能直接联络到管理员，当场直接把人 ban 掉。但是一般玩家又有多少人有这个能耐去联络到你，能有这个管道去迅速的处理掉这个东西？对，很多人遇到之后，可能他连胜被吃了，他排位分数被吃了，他是没有任何挽救措施的，你知道吗？那当然会觉得很不爽，很堵然啊。你要想我现在才50几等，玩没多久就遇到这种，就已经遇到那个量就已经够烦躁。一开始还能开玩笑说什么人家高敏手感好，别尬黑他可能是什么世界冠军之类的。玩到后面真的越来越烦躁，你知道吗？想要剪个素材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剪，打一打遇到就要重录重开，就要跳掉游戏，而且是很繁琐的，不是偶尔，是很繁琐，大概每5场每4场就遇到一个，而且他还不是没有在演的，他是培根头进来标配，然后名字乱码就开始大开杀戒只能说期许官方在这之后的那个反外挂系统能做得更好吧。9天就可以搞定，8天、7天、6天，那就6天喽。开挂玩家大体上就分几个种类，第一种就是虚荣心嘛，这种是有在演的他就是为了让大家承认他好强，为了满足自己的自尊心，想要让他人吹捧，但是自身没有到达那个实力，所以他选择透过开外挂的方式。但是你自己也知道这个东西是虚的你也知道你的实力是虚的，这样东躲西藏真的有意思吗？像前阵子不是这圈才有一个很大咖的主播被踢爆说人家有在玩外挂，然后还在那边狡辩自清说什么之后是被 ban 了之后才开的，听得下去吗这东西？再来是第二种，就是以外挂来牟利他是为了展示给他人看，收取什么可能月费什么一个星期多少钱这样子展示给他人看，破坏游戏以此来牟利的商人纯畜生第三种就是他纯粹是来搞的，你知道吗？他就是
他来玩游戏的目的不是为了获胜什么，他是来破坏他人的游戏体验，以此获取快乐的。这种还真拿他没办法。畜生归畜生，他自己也知道是畜生啊，但他爽啊，我们也拿他没办法。那我之后有去查，这游戏确实有检举管道，官方那边是有的。但是呢，你要填 ID， 然后录影，然后剪接，然后上传，然后他们审核，审核之后还不知道要几天，还不一定会过。我不知道还要考试，我也没有念书。啊，到这个时候，外挂早就开一支新的账号了，这个时间跟成本哦，完全不合比例。而且真的弄了，你成功了，你还没有任何补偿，你搞不好那个排位输了，你的分数也回不来，他就只是把它 ban 掉，就这样而已。所以呢，我觉得哦，这就是他是傲慢，你知道，这游戏就是做大了，成功了，他吃定大家练习的时间多了，金钱成本多了，不会跑，因为目前看来没有同行能跟他打嘛。搞不好等到哪一天有能取代他的游戏的时候出现，然后大家练习成本的时间能够转移过去，我感觉只有到了这种时候，他的游玩人数断崖式的下滑，他才会愿意去改，你知道吗？好，那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小铃铛、留言，我都会看。我们下部影片再见，我是福音，拜拜。